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扶摇和秦鹏。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这个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啊，但准确来说，它应该叫做美日菲肩并肩，因为今年是日本大规模参与。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背景，其实美国和菲律宾往年每年4月份春天都会在菲律宾本土，包括海上、陆地举行这个肩并肩联合演习。以前都是美国和菲律宾，但最近这2年日本开始慢慢的加入。对，几年前日本是以观察员就是我派几十个人去看你们军事演习，然后从去年开始，日本是第一次实质性的参与，今年日本派出了1700人，包括派出了一艘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雷号驱逐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面部队，这个阵势已经非常大了。然后总共联合演习加起来大概17000人，美军就占了1万人。所以你看，虽然是在菲律宾本土的军事演习，菲律宾其实人没多少人，对不对？都是美国和日本的士兵，对吧？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对，这个我觉得今年的它释放出来的含义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以前我觉得相当大一个程度上，你可以说是美国表达它的这种印太的存在，表达它对盟友的一种安全承诺，因为它跟菲律宾是一个安全盟友这样关系，它同时呢就是说防止呢区域性的一些动荡，这实际上它是以前释放出来这个信号。但是呢，我觉得今年日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加入，它释放出来信号是非常不一样的，就代表说这实际上是个印太的一个大事情，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这种三国的关系。因为日本的加入代表说整个的对中共的这种反击，对中共的一个这种军事的一个包围，以及呢对整个体现出来是美国在整个印太军事策略的一个这种大规模在转向。我觉得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这种信号，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其实对日本来说意义很重大，对，因为日本是有历史包袱的，特别2战的历史包袱，然后菲律宾又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因为日本当时2战的时候占领这里，而在这里发生了很多不太好的事情，比如巴丹行军。巴丹行军当时就是麦克阿瑟跑了之后，当时美军抵挡不住就投降了嘛。投降之后就是强迫美军俘虏在这个半岛上强行军，然后当时有大量人死亡，其实就是想让这些人死掉。然后包括后来我们知道2战在菲律宾发生很多战役，包括莱特岛海战包括我们知道马里亚纳海战、菲律宾海战都是非常经典的。所以对于日本战后它一直是有一种负罪感，就像德国一样，就是说因为它确实入侵了亚洲很多国家，包括韩国中国包括菲律宾，包括这个太平洋岛国，所以它对于派出军队，你像派出军队回到了曾经他侵略过的国家，这个好像是政治上是有点，你要放在10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10年前、20年前不可。我记得我小时候，当时看军事，我那时候看那个大陆的什么船舶知识、兵器知识，当时介绍就是日本当时要设计自己的直升机驱逐舰，所以你看它航母，它不叫航母的，它叫驱逐舰，我们是直升机驱逐舰。它现在是2艘直升机驱逐舰，出云号和加贺号改装之后可以起降这个战斗机 F-35，它其实就是航空母舰嘛。对，但它不说我们是航空母舰，我们这叫直升机护卫舰。当然它日文名叫护卫舰，但是因为它吨位很大，都要它驱逐舰。护卫舰嘛，护卫舰就听起来就觉得是比较保守一点，自我保护的，自我保护，对，所以他们叫自卫队嘛，海上自卫队。就2战时候是这个大日本帝国海军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日本就是说站在日本的角度，对于整个日本它这个军事的发展，包括国民的精神性上，都是就是释放了一个束缚。因为其实10几年前，当时日本开发直升机驱逐舰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小心的，就是他们不敢使用这个全通甲板。所谓全通甲板，就是你看航母就是从前到后都是平的，然后你飞机可以起飞。日本当时就是前一级直升机驱逐舰的时候，没有全通甲板，就是在后面有一个甲板平台。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我们这不是航空母舰，然后它一步一步，它有很多这种顾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顾虑都没了，而这说明我把这个历史的负担就慢慢放掉了。当然，2战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日本政府和那个时候的日本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美国在积极的把日本县政府纳入到整个亚太的
防御体系之中啊，特别是针对中共和台海。对，我觉得可能跟中共这些年在整个印太的这种扩张性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中共呢是同时在3线出击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说台海，他是心心念念要去打下台湾的。东海那边呢，他是心心念念的话要去跟这个日本去挑衅，要把日本当做一个敌人去压制，去呢在对内去宣传他的这种宣泄他的民族主义的东西，然后转移目标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南海呢，他又要去抢占这个大片的这个深海，将来呢什么去扩张，然后呢包括他的这个潜艇，对吧？下来就，所以他中共这个在整个印太的野心是非常大的。那么正因为这么大的野心，我觉得其实也是导致了今天我们说美国、日本、菲律宾开始联合军演，其实已经在开始共同对付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中共它是通过这个比如很多这种导弹目标来讲，就是为了将来打这个台湾。打台湾的目标来讲的话，你还得先搞一个拒止战略，打关岛。所以呢，像我看到就在这个周，对，就前2天看到呢，美国的有一个是叫 DIA 的，就是叫做国防情报局的局长，他呢是吉姆斯叫吉姆特亚当斯。这个人呢，他其实是指出来说，中共现在在快速的扩张它的这个导弹库存。对，比如说这个东风326，它是今年原来500，现在要降到550，还要再迅速扩张。而且它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还要再快速的呢，2025年好像达到多少，再增加这个4000多颗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所以这些目标来讲，很明显，这不是一个防卫这种策略。它就是要去打台湾，要将来通过这种拒止战略把这个美国打掉。至少你是不能短期对它构成威胁。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对大家都懂，对吧？说对整个印太来讲，这是个巨大的威胁。就跟伊朗占据了霍尔木兹海峡，一定是对整个中东所有的国家，或者跟需要中东石油的国家一个巨大威胁是一个道理。中共假如占领了台湾，那它整个的日本的命脉会被它掐在手里边，韩国的命脉被它掐在手里边。同样呢，整个印太的所有的这些国家也被它整个遏制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因此，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美国在这个导弹方面也做了好多布局，包括那个就是梯风的这个导弹系统，对吧？开始在日本就是有部署，弄了部署，在吕宋岛这有部署。在呢，这个今年好像在菲律宾还要再上一套这种低风的这个更新版。所以呢，对中共来讲，它已经不是一个过去我们大家是一个保护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需要的时候不得不和中共直接开战的问题。美国确实在过去几年就是针对台海或者针对中共做部署。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美国这个提风系统，它每次来这个美菲歼灭舰演习都4月份，但一般演习它其实不到1个月就结束了。然后呢，但是美国这个提风系统，包括海马斯，然后就待在菲律宾不走了。然后一待就是待半年时间，他是干什么呢？他就是在这个菲律宾各地跑，然后比如说我到这一个发射阵地，然后我实地情况看一看，我能够容纳多少，我怎么样部署，然后我发射完之后我转移到下一个发射阵地在哪里，所以这些东西你都需要实地勘察，这样你真的如果说打仗了或者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不至于两眼一摸黑，我什么都不知道，走错路了这种事情。所以美国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在把这个吕宋岛，就是说菲律宾最北边这个岛屿作为一个这个假想的一个可以作战的一个基地，专门用来封锁这个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特别是对南海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子定，你认为说像这个梯风系统，它按照它的打的距离，或者将来如果真正开战的时候，它打的目标，它会除了这个说是防守型的去保护这个就是巴士海峡呀，它有没有可能去搞这种源头打击呢？因为包括我们说在日本，它也部署了类似这种系统。从射程上来说是能打到的，因为提风可以发射战斧。那战斧它不同型号来说，射程在2000公里，2000公里
你从菲律宾，从菲律宾是整个广州、广西、福建，甚至湖南的一部分都能够覆盖到。你如果是从冲绳发射的话，冲绳到上海大概700-800公里距离，你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江苏啊、安徽啊、上海啊、浙江，全部是在这个射程范围之内。所以从军事能力上讲，美国当然是有足够的防区外打击能力，但是打不打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我认为，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美国会努力控制这个战争的烈度，就是说它的范围，就是说我们尽量把它控制在台海地区，比如说中共的军舰如果出现在台湾海峡，打掉；中国的军机出现在台湾上空，打掉。但是你的军机如果是在内陆或者在你的机场上，源不源头打击，我觉得要看，如果中共对美国土地，比如说第2岛链上的关岛发动袭击，对，这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中共要打台湾，他100%会攻击这个关岛。如果攻击关岛的话，那美国它的这种反击范围到底会有多大呢？如果攻击关岛的话，那美国肯定会对中共沿岸的一些军事目标、重点军事目标打击，它不太会打击民用目标，但是军事目标会打击。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共先打关岛或者先打冲绳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它会，你攻击，你如果打台湾，美国参与，这是美国单边参与台湾的行动；你如果打关岛，关岛属于美国领土，根据北约条款，美国可以激活 Article 5，就是第5条约。那这就是国家都起来了，那就是打群架了，世界大战了。可是对中共来说，如果他不打这个关岛，他实际上是很难去打下台湾的呀。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这是中共面临的一个两难的境地，就是说你不管走哪条路，对你来说都是不利的，所以你只能两权相害取其轻。对于中共来说，毕竟留着关岛比面对10几个北约国家要更容易一点，对不对？你如果真打关岛，那真的美国去北约这个激活第5条款，那就是你没有用得着美国用得着激活它吗？自己就可以应战了。当然是要激活，因为激活的话，在政治上也是很大的压力。对，这些国家和中共还有这个经济往来，你说我们现在交战了，我还从你这进口东西吗？对不对？所以美国，你看，美国当时阿富汗是唯一一次美国激活第5条款。打阿富汗，美国军事实力当然没得说，但是它需要更多的盟友。第一呢是分担一部分军事上的压力，更多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压力。你看这仗不是我一个人打，我后面一堆兄弟在后面支持我，那不太一样。就和以前上学打群架的时候，你一个人打架和后面跟着一堆兄弟，那感觉不一样，对不对？你就算打不赢，心里也有底气。对，我非常同意这个。你是不是打过啊？还是被打的？你看我们天天观察这个伊朗战争嘛。你看川普为什么老喊着说北约，你来赶快帮我来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呀？其实你用那帮人来干嘛呀？所以其实就是意思是，我觉得相当大一个程度上，大家来去政治上获得一个这种同盟的这样的一种自信感，对吧？一种后盾、自豪感、后盾。所以结果那些国家不动弹，你这其实让川普是很没面子，我觉得。但是从喊着要解散北约，但从需求上来讲，其实是用不着他们的。但是在这个整个大印太地区来讲，我觉得其实现在很明显，就是美国已经认识到了，你要去对抗中共，包括为了保护台湾，毫无疑问的话，日本是100%要卷进来的。我觉得日本这次是真的很高调，他参与的人数很多，然后也真的是带着这么多的就是武器去。对，我觉得他也是不得不放下那个包袱了，他可能不一定自己是主动放下，但是有中共这个邪恶在，他可能是不得不放弃了。其他国家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对日本就那么一点这种仇恨的情绪都没有了吗？可能是在一个更大的威胁之下，他也不得不放下对于日本的那点旧的恩怨。东南亚其实对日本的感情是很好的，还很好吗？很好的。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国家不好，韩国。韩国的那个左派政府，他们本身原来的时候是煽动，好像对日本的这种情绪很高。但事实上的话，我研究过，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对日本的感情，他们的认可度其实比对中共好。所以说是日本自己主动放下的成分更大一点。对，因为在战后，日本呢，我们说对那些不同国家的各种各样的援助，对各种帮助。包括特别是那东盟国家，它太大了，
有这种就是说偿还的那种。对，他是你看这个德国和日本在战后，他是自己给自己，当然他是有包袱啊。对，他有心理上的这个约束。你看日本，他宪法就是武器出口3原则，他武器装备很多都没法对外出口的。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就放开了。对，这就是说他一个很大的转变，他就要这么武器化自己，然后还真的就是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就是我就是一个正常国家。对，这一点要谢谢中共，真的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因为中共在，因为他是2方面，一个是国内要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另外是美国要松口。对，那美国这方面看起来早就没有限制，他当然希望日本军事上越强大越好。你特别川普上来说，你花钱越多越好。对，那你相当于是你帮着美国在这边去制衡中共嘛。对。所以你看，这个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现在出口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要采购，对于日本来说，对军工行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就是你自己国家武器装备生产出来数量总之是有限的，你要打开国际市场，你产量能上来，价格能下来，对，会形成这个。而且它的性能各方面改进可能会更快，对吧？因为它会经常这种实战，然后不断的去改善。而且大家信任他的做工多精良。哦天，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印太战略里边对抗中共里边，日本是绝对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制造业。它制造业确实足够的强大，足够的这种高效，足够的这种精良。你刚刚说到这个质量问题，我举个例子，就是澳大利亚之前造潜艇，它当时柯林斯级潜艇是就是近代史上军售最失败的项目。是吗？对，最失败的项目就是造半天，然后这个就发现施工图纸有问题，然后再改，然后又花钱，然后最后造出来这个潜艇又贵又不好用。然后你看日本基本上是不到2年就每年下水1艘潜艇，就非常准时。这个是跟文化有关系。对，然后他们那个最上级驱逐舰也是1年下水1艘，1年下水1艘，你基本上看不到说日本工程延期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它对于整个美国主导的这个盟军体系都有帮助。你看美国现在制造业衰退有点厉害，特别造船厂。对。所以就是说美国以后你说军舰维护，或者你说你要在东亚打仗或者怎么样，你要去日本船厂维护，这也是一个可选的选择。现在好像是世界3大这个造船的国家。日本、韩国、中国。韩国第2应该。中国其实就是最近10年兴起的。没错。10年之前，当然韩国老大，日本老2，台湾老3。然后中共现在这10年涨得很快，以市场份额冲到世界第1了。对，它主要江苏当时有很多造船厂，有一些也是韩国的造船厂，现在那儿设的搬到那儿去了。对。但是还是回到这个菲律宾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看到美国在军事上一方面在部署，因为菲律宾的基地对于台海来说很重要。第二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台湾被中共欺负。其实菲律宾是被中共第2欺负多的国家。对呀，你知道最近还有菲律宾的那个船员就发现，在那个岛礁地方，就是有争议的这些岛礁地方，中共甚至在投毒。是吗？就往水里？对，就是有拍到他们在投毒，然后那些就是鱼群都死了。然后对于这些在这驻兵的那些官员，他们的饮食也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我知道。就简直是这种就是你在下毒人家的感觉，哪有这种卑鄙的手段？而且是在外交的层面上，你跟别人是有这种领土的这种划分，就是很不可思议的、很卑鄙的做法。但中共也不经常这么干嘛？你包括那个跟印度那时候打架的话，他弄一大堆这种叫什么拉压棒，然后的话敲不枪声就把人家其实给打死了嘛。你说这中共干这个事儿，我倒其实也不奇怪，倒是很土，很土，对，很土。所以就激起公愤。你看看中共邻居有哪个和中共这个关系好的？没有，还真没有。就偶尔有一个。今天你知道，我是越南，其实我都不认为是中共的真正的好的关系。不是，越南人是非常讨厌中共和中国人的，因为我在美国我碰到很多越南朋友，当然我们关系都很好，他人也很好，但是越南人是非常，就是就是美国的越南人，他本身反共，所以他也不喜欢中国。但是就算现在在越南的那些共产党人，他也不喜欢中共，这和历史也有关系。当时那个78年到80年老山轮战，反正打的是中共，当时在越南撤军的时候，反正没干什么好事儿，所以越南人其实是很不喜欢。但是最近不是那个苏林访
访华是吧？当然他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因为苏林可能也想走习近平的路，所以双方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但是我不认为越南在未来的冲突中会成为中共的一个盟友吧？我认为不可能的。对，在整个印太来讲，我认为中共恐怕都不太容易找到盟友。真的，可以找蒙古海军出战，蒙古更不可能成为蒙古也不太中共的盟友，因为蒙古人，我那时候我在国内认识好多这种叫内蒙人啊，蒙古人其实对中共的这个印象也非常不好。你知道中共当年在内蒙在那边干了个什么事儿吗？叫做内人党。什么叫内人党？就是内蒙古人民党。哦，那意思是说这帮人是要里通外国的一些叛徒，然后的话呢，这帮怎么要，所以后来就是大规模的清洗，杀了很多人。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蒙古的文化、蒙古的人，整个中国共产党其实干了就是非常缺德的这么整个清洗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蒙古人加上外蒙的人也非常讨厌中共。那只剩下塔利班了是吗？我觉得恐怕就剩了塔利班了，恐怕就剩塔利班了。但那个起不了大作用啊。那个照镜子好像是亲兄弟。但是基本上跟他好的那些也都下台了，像尼泊尔这种。对，其实真正跟他好的我看没什么几个，甚至你像朝鲜这种的，我都觉得像小胖子这么聪明的人啊，他最多跟中共就是属于这叫面和心不和，或者你给我钱，然后我帮你俩干点什么东西，但是我跟你是防着。对，就是有点像 freelancer， 我就给你干个活儿，然后我该怎么着我不归你管的那种感觉。对，抱团取火。你知道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儿？最近俄罗斯和这个朝鲜桥合上了。哎，没错啊！我天，这个，我觉得对中共来讲是啪打脸。我天，因为中共是奋斗了好几十年，老想把这个图们江那个地方出海口打开，然后跟俄罗斯这边谈了好多轮，什么这个俄罗斯总理来访华呀，然后大家一起发声明，里边讲说要三国要去把这个下游这个地方打开，对吧？出海口。然后呢，2024年这个普京到中国访问，也同样的联合声明里边有啊，要去见这个。哎，结果你看，人家现在刚刚4月21号叫合拢的时候。那么矮的一个桥，什么船都走不了。你什么船都走不了，你这相当于是加了一道锁，这个江上加了一道锁，把这个海就整个图们江这个给锁死了。这不是个桥，是个锁，是吧？这个锁，所以中共来讲，你说他到这么多年落下了个什么朋友？我看没落下什么朋友。对，而且现在主要是其他的朋友都开始合着躲开他的感觉，这个就不好受了。是，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美日菲这个肩并肩军演呀，对整个印太，对接下去的整个这种叫围堵中共，甚至将来做战中这种准备来讲，它的意义真的是非常大，在我来看，对吧？特别你像在对菲律宾来讲，这相当于是演给其他国家看的，因为中共在南海几乎跟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个。有仇的，都要吞占人家，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奇怪的。他自己签署了这叫做海洋公约，就联合国海洋公约。结果呢，回头说，哎，这个地方都是我的，这全是我的，相当于他自己国家，相当于把人家国家全给哗啦哗啦，全成他的了，对吧？是。然后呢，你这个什么就是，所以这个跟菲律宾这个合作，相当于美国也在传递信号给那些国家，跟日本的合作呢，传递给这个东南亚，传递给这个整个。我们说包括韩国有点不争气，但是呢，很明显的话，日本的加入，它的军事能力，它的这个军事潜力，科技制造能力，还有这个各方面来讲，其实对中共来讲，我觉得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威胁和压制。你刚才说到韩国不争气，但是美国很给力啊！美国不是派了一个非常英的那个驻韩代表，就是之前的加州的众议员吧，就是那个韩裔女士金应玉吧，她叫。
哦，金英玉做驻韩代表了。对，对，他是共和党的，他对是去年他非常强，他对还很强的一个反共的一个人。对所以让他是韩裔的去做这个对驻韩代表，我觉得就是对韩国一个是敲打，另外就是韩国你想投向中共那边，美国都哦，不允许。金英玉他先生是这个加州共和党主席，然后哦他本身是非常反共的，然后对呀，他对活摘包括对之前在都很议会里了解很多的这些非常强硬的发言，对，当时所以我记得当时金英玉和佛州的一个众议员，那个众议员我名字有点忘了，他是一个医生出身，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专门就是就这个活摘，然后去做了一个一个提议还是什么法案，所以金英玉他本身对亚洲很了解嘛，然后可以看出来确实是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就是态度已经摆在这儿了。对，就是他其实在联合中共周边这些国家对中共形成围剿，真的是围剿，是围剿，对，所以这个现状看起来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把中共给围起来，周边的这些全都联合起来了。是这样的，我们通过今年的揭秘间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变化。日本在亚太，在美国的布局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未来以美国为核心，在这个台湾北面是日本，南面是菲律宾，美国可以形成一个很有效，像钳子一样对台海形成一个保护，或者是对中国形成一个夹击之势。那我们作为关心、热爱台湾的人，我觉得这些变化都是对台湾有利的。我们永远不希望台湾发生战争，但是不发生战争的前提是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军备和足够强大的实力，中共这样的流氓才不会对你动手。没错。那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是怎么看这个美菲揭秘间台海的局势呢？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